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管家婆财贸 ERP-C8的功能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系统里面登录进来之后，我们第一个需要配置的就是这个系统管理里面的账号选项的设置。我们点开之后，第一个页面，在公司信息里面可以填写自己公司里面的公司信息等其他地址信息等。这些信息填写好之后，在我们后期打印单据的时候被带到里面去，就不用我们再去填写一遍我们的打印内容了这个比较方便一些。然后第二个模块是我们的一个打印控制，这里面的话是控制我们的打单的时候的一些配置，比如说第一个只能打印正式单据，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单据如果说没有审核过账、没有保存过账的话是不允许打印的如果说不勾选的话，我们在编辑页面或者说没有保存提交审核的时候也是可以进行打印的这个默认是不勾选的，如果说有限制的话可以把这个勾选上。然后第二个是单据显示打印次数，这样子就是我们单据保存之后进行打印嘛，打印完之后单据上会显示我这个单子打印过多少次了，一个打印次数，这样可以看到我们是否有重打呀，或者说有多打的这种问题。只有审核后的凭证才能打印，就是我们做完了凭证之后，如果说没有审核过的话是不允许打印的这个地方默认可以把它关掉，就是不审核的话也可以打印。如果说公司有强制要求，我们必须审核后才能打印的话，就把它勾选上就可以单据凭证在打印前自动保存，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单据和凭证在编辑完成之后，如果说直接点击打印，系统会自动把单据和凭证保存过账自动保存。如果说不勾选的话，我们点击打印之后，它还是会在我们的一个编辑界面，不会说自动存到系统里面去，不会说自动过账这样子。建议还是勾选上这个配置。下面最后一个是打印采用所见即所得的取值方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打印一些报表或者说打印单据页面的时候，我们已经设置过开单的界面，已经把一些不必要的项目隐藏掉了。我们如果说没有开启这个配置的话，进行打印，它还会把默认的一些字段打印出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默认是把它勾选上的然后第三个配置是那个单据操作，这里面的话是我们单据保存后是否会立刻新增，第一个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做完一个单据，我打印完保存过账了，是否是立刻留在这个界面，还是说我们立刻打印出来一个新的界面就继续开单子，或者说我们继续预览我们之前的一个编辑好的那个单子我们一般是勾选的，它做完单子保存之后，就立马出来一个空白新的界面，我们继续开单，继续填信息就可以了。如果说不勾选的话，就是保存完或者打印完，它还是会保存到我们开单的原有界面里面这样子。第二个是修改时自动刷新单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改之前的单子的时候，之前保存过的单子的时候，它会重新去取我们这个单子里面的商品预设价格呀等其他的信息到单据里面去条码扫描后自动换行，这个我们就是在对接了那种蓝牙的那种扫描枪、扫码枪，或者说有接线的那种扫码枪，而且上面是有条码的情况下，我们开单子直接扫描商品条码会自动识别到我们系统里面去。如果说我们勾选了这个条码扫描后自动换行，我扫描完第一个商品，我扫第二个商品的时候，会自动到第二行里面去把商品带出来。如果不勾选的话，它会在第一行里面重复的去变化这个商品。扫完 A 之后再扫 B，然后这个商品就变成 B 了，这样子。然后单据和报表显示数量的一个合计，就是我们在开单界面还有报表的时候，是否要在最后一行显示出来我这一个单子所有的数量的一个合计，或者说报表里面的销售额的合计数量的合计等等这一些，默认是开着的还有辅助数量，就是我们辅助单位的那个数量，比如说我有瓶儿有箱它就会把那个箱的那个副单位的数量也产生一个合计在单据的最下面，还有报表的最下面然后单据提示显示悬浮框，就是有一个提示按钮嘛，它会做保存完单子，或者说我们在点击商品的时候有一个悬浮框会展示到这里面去，什么商品的价格呀以及数量等等这些信息。然后是否自动带出批号，就是在我们选择完管理批次号的商品之后，我们在
弹窗里面会自动带出那个批次选择的弹窗，我们去选择这个商品是由哪个批次来出库的这样子。如果说不勾选的话，就是开单子不会自动说把批次带出来，我们需要双击去数量去选择这个商品出哪个批次。然后下面是业务这个模块，我们下一期再讲业务这个模块。